人机网络的训练策略及效能评估方式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看过它的训练策略训练策略基本上就很单纯就是那个结果然后跟标准答案下去做相减，相减完之后呢，我们透过一些这个公式下去做这个运算总之呢，只要它有发生落差我们就下去做这个权重的调整那这个调整完之后呢，基本上它在调的过程中我们现在目前程式并不知道说它调的过程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现在不知道嘛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能的评估怎么下去做处理来，我们在权重训练过程中怎么样去了解它的这个学习成效我们在 ANNIST 的这个训练资料集里面总共有6万笔嘛根据电脑的运算效能它基本上它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下去做完成好，那为了要让训练有更好的效果呢，我们会让这个训练进行更多的世代的这个训练。我们的讲法就是这考古题让它多考几次只是这张试卷里面总共有6万笔资料严格讲起来这算小笔的因为我们后面所面对的资料基本上不是像6万笔这种小 case 基本上都是非常巨大的资料好，那如果说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无法了解训练过程是否有达到一定的这个学习成效的话，那我们就真的就只能等等到它运算完成我们才可以去做一些测试看它测试效果好不好。那我们在刚才的案例里面没有训练的模型我们可以预期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确答案。然后我们经过5个世代的训练之后呢，这个兴冲冲的下去做这个测试就测试完效果不好那如果效果要好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能再让它考个考古题再考个10次甚至20次、50次、100次甚至200次这个不一定所谓的不一定是其实他到底学这么多次这个方法到底好不好，这所谓的方法到底好不好呢，包含是说他这个模型设计到底需不需要下去做改善，他的这个损失函数或者是它的这个权重修正的方法到底需不需要去做改善如果你在训练过程中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学习成效有没有出现的话，那直接闷着头在上面等这个是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啦，这个会让人家等到心慌慌好，所以呢，这个成效的计算方式我们可以透过每次训练的过程中输出它的这个这个预测的正确率，也就是说他做完一次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直接下去做一下简单的检定或者是说我们看一下他这一次如果预测有正确的话我们就做个记录然后呢让他这个 epoch 跑完，因为通常我们不会让他每做完一个练习就立刻下去做输出，因为很频繁的输出不要忘记在输出过程中它是会吃效能的所以你花太多时间下去做输出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训练，不是训练成效，而是训练它的这个时间基本上会被拖慢所以我们是当它完成一个 epoch 我们才输出一次因为一个 epoch 它基本上要花大概一段时间下去做处理好，所以呢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他在预测上有成功我们就做个记录好，然后呢当他累计完一整个 epoch 呢，我们再针对这个 epoch 去做一次输出，我们来去看说他这个每一个 epoch 在训练的过程中他到底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好，那在准确度上面的计算方式我们现在目前的输出的有2种一种是就是直接看肉食值，肉食值我们在前面有讲过肉食值就是它直接很单纯去评估说预测的结果跟实际结果目前距离差多远这个最好的答案就是0最好的答案是0，不过不可能是0它是趋近于0有 0.00 多啦好，那另外一个叫准确度，准确度是什么？准确度呢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考古题总共有这个6万题好，然后呢如果它在里面呢可以达成5万题的正确率的话那它在这份考卷里面它的准确度你就可以去计算出一个百分比好，我们透过百分比如果100%的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整份考卷都答对了啦那如果呢它百分比是80%其实在数字上它表现应该是 0.8 啦0.8如果它来到 0.8 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出10个问题8成都会答对8成都会答对可是有2题这个学不好就是绕口题好，那为了避免反复输出造成效能低落通常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说你的准确度有变化的时候才输出让这个开发者或是让使用者知道说这个确实学习是有效果如果你发现它都没有输出这个看起来就大事不妙了通常你可能是要看是不是要提早把它给结束掉，或是要换一些其他策略好，讲到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深度学习的训练过程中它基本上有个技术叫做早停技术什么叫早停技术早停技术就是提早停起来的一种技术就是说
它在里面呢，它里面有个机制，因为我们通常在跑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因为它资料量实在太大，它在跑的时候我总不会一直盯着它看那个变化，因为我们现在的案例比较小，你可以盯着它看越看越有趣可是如果是资料量很大，那要盯半天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变化这个看着就很辛苦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一个找题，这样他自己去判断。如果他发现他的这个学习效果都没有在变化，都没有长进的时候，模型就停起来了，模型自己就停起来了，那叫找停技术那停起来代表就是说，其实里面有一些东西要去做调整例如说这个 APOC 的训练就不用再继续了，因为它已经停起来了就表示说这个训练是即使你再继续做也都没有效果。好。所以呢，你可能要去调整一下你这个模型例如说你是加强它的深度或者加强它的隐藏层或者是增加它的神经元这根据不同的技术根据不同的状况下去做一些不同的设计这是我们后面的课程才会提到的好，在计算前奏的过程中同时要去看说哪一个预测的结果就是说你在计算的过程中通常你要去直接去发动那个预测的能力预测能力其实就是你的那个 input 直接乘上来权重得到了那个结果，在你的那个数作神经元里面做完加总之后，再选出那个最大的，再去看它跟标签是不是一致跟它是不是一致如果一致的话，你就做一个记录因为那个记录做什么用？最后呢，你就是可以跟整份考卷下去做比较去了解说它准确度有多少。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程式码里面我们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Colab 上面直接去看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去了解它学习成效这个是我们原本的程式码原本这个就是 APOC 啦，我们 APOC 一样先让它跑个5次在这个 range 里面呢，我们加了几项机制首先呢是在我们这个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多加了一个叫做计算我们的准确度我们原本是直接做权重修正那我们是在权重修正上面呢多补了一个叫计算我们精确度，计算精确度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直接去算它目前它这个预测出来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因为它在这里本身就已经算出来了，我们再来算出来，在这个地方，这地方就已经算出结果了，所以我们就去查它的 output 的那个最大值就假设说它标签是5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它做完它的 encode 了，所以变成说我们还要用一些小技巧去知道说它在玩它的 encode 里面哪一个是最大的哪一个是最大的然后它是不是有同等于你在预测里面的最大的那一个如果这两个是相等的话那就中了那就 bingo 了，就直接加1bingo 加1bingo 是加哪里加在它这个 APOC 的下面这个 APOC 这个训练的下面，就是说在这6万笔的前面6万笔的前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那个百分比的计算方式就是我们就直接把它 bingo 数量除以它现在不是6万因为它有时候在跑的时候还不是来到6万我们就直接看它现在目前跑到哪里加1为什么要加1因为我们在做乘法运算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要遇到0我们的乘法要避免遇到0除法要特别避免遇到除以0的状况，除以0基本上就直接出事了，因为数字不可以除以0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如果它真的遇到了 bingo 要直接加1然后你的 i 值要加1因为你的 i 一开始从0开始从0开始要避免它直接除以0直接爆炸那多加了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是它在输出的过程中呢，它就会直接去显示显示出它现在目前的这个运算的应该说了，它目前训练的成效到底好不好来，总之我们先执行一下执行看看原本呢原本它只会显示 APOC 在这个地方它会跟你讲说它现在中几次现在它中几次它现在目前在6万份的考卷里面已经中了1万多次中了1万多次那这1万多次呢，基本上它准确率已经有来到 82% 来到 82% 那其实这个有点不太准因为你要整份考卷考完之后那个准确率才会是真的那这个是当下的准确率因为他当下还没有把6万笔学完这个可能是有时候运气比较好有时候运气比较好先这个得点得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0.27 0.28 0.29这个8我都没有念这时候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准确率似乎有在上升83% 83又变成82 83 82它在这边反复跳我们看一下等一下会不会进到84总之我们先让它把这5个 APOC 先让它跑完好，那它在跑的过程中假设它已经顺利的已经跑完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去看一下它这个模型的这个效果或者成效到底好？其实我们刚一直反复讲过几次啦，模型要到底怎么样下去做预测就是你的 x 乘上你的权重
啊，就会在你的那个 output 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你在上面要把所有的这个权重相乘的结果全部去做加总，再从那个加总里面呢找出最大值。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哦。好，这是它的预测啊。那第二次呢，我们什么时候用到预测？就是我们在算准确值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哦，在里面去看说，哎，它的这个最大值啊，跟它的那 y 的最大值跟它目前预测出来的最大值是不是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会送它一个 bingo 哦。好。啊，现在已经跑3个 epoch 了哦，目前来到 0.83 趴哦，看起来哦，这个好像 0.38 就已经差不多了哦，它一直都没有有效的上升哦，好，有时候还会掉下来哦。好，刚刚已经有看到有出现一次 0.84，OK， 已经到84了哦。好，所以啊，如果说你在训练过程中有发现说它这个一直都没有进展的话，这可能就要稍微担心一下，哎，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方法，或者换个其他处理方式？好，那如果说你发现虽然它进展很慢，可是有所进展啊，这个时候啊也是一样哦，两个决策，一个是如果你继续训练的话，一定会有成效，一定会有成长，可是你会花很多时间。啊，第二个是，哎，你是不是有想要打算去改善你的模型？因为改善模型呢，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学习的速度变更快，啊，学习变更快，这个基本上就是开发者自己下去做决策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找一个这个类神经模型的方法，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啦，就是每一种方法你可能都要先下去做尝试，尝试完之后呢，你才有办法知道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或者什么样的成果，这些成果最后都会变成这个类神经，然后是网络深度学习设计师的一些经验呐，哈。他现在已经该差不多跑完一半了哈，5个 epoch， 然后 bingo 次数已经快要来到4万次了，来到4万次。不过它现在准确率还是只有到 0.83 啊，差不多 0.83。好 ，OK， 全部跑完了哈，很可惜啊，它是停到 0.83 哦，这个45路算勉强算 0.84 可是这个通常不是这样看的，就是目前这份考卷6万笔的考卷，现在从里面随便抽一题它的准确率呢准确度大概就只有80%，大概就只有80%只有80%会答对啦，剩下2成就真的是绕口给啦哦。好，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来去做一下测试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预测的结果。好，这个模型预测结果，我们把这个程式码把它写的比较完整哦。首先，我们先随机指定了一个这个 index 假设我们现在从题库而且这是考古题，从考古题的第10号随便，不是随便的，我们就抽第10章第10个考卷出来。这讲法不是很正确，就抽第10题出来哈。第10题呢，抽出来之后呢，我们先把它图片除以25去做正规化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set label set label 应该我看一下set label 是后面再做好，总之呢，我们先拿到 x 好，然后呢，把这个 x 跟它的权重下去做相乘相乘完之后，基本上结果就跑出来了嘛。我们前面有讲过只要你相乘，结果就跑出来。可是结果跑出来是跑出来，不过你要记得你要先去做一下资料的加重，然后呢，在里面选出最大的这个 target 就是我们从里面挑出最大。所以这里呢，它就印出模型预测出了结果模型预测出来的结果到底是多少，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如果你有去背啦，是那个我们那个什么5091这个有一阵子没有回去看，就忘记那个数字就忘记我们那个这个 training data 这个前面10个前面10个好，来这个地方它基本上如果说它有办法顺利预测的，像它目前大概是对8成会中8成会中好，那它会把这个结果印出来好，那到底那个结果到底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显示出来那我们这里的显示使用这个 pyplot 然后就是把这个图片用画的方式画出来好，所以呢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图片呢直接把它丢到我们这 image 里面然后呢把它转成28×28，因为现在资料基本上是这个2828784的这个一维的资料，我们重新要把它 resize 把它这个它这里写 reshape 啦把它转换成28×28，然后呢再把它画成灰色的样式，我把它印出来，看东西到底对不对来。目前我们这个出题出在第10题这一题的答案呢，正确答案是3正确答案是3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 labels 里面有去把资料给调出来好，那这个模型预测出来的结果呢，基本上也是3也是3那画出来长得也像3，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把它当做8好，来，总之呢预测成功预测成功，可是呢这个成功是不是真的成功基本上有2件事情第一个，你的成功呢只有8成只有8成。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们现在都是拿考古题去问他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叫做 training image。如果你拿 test 的资料呢，它也是有这么准吗？是不一定的就不一定了这个要你测了才知道测了才知道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先拿这个测试集下去做演练那我们随便再换一张图抽第20题出来。
好，执行看看。好，第20题的图片，它的答案是4，模型预测出来的结果为4。这个预测出来到底是怎么预测的啊？就是它把这个 x 的这个像素直接乘以它现在目前训练好的权重，然后呢把它结果全部加起来，好，从这个加起来结果里面选出最大值，好，那个背负的这个能力越大的那个，就是压力最大的那个值，那个就是我们要的答案。好，所以呢，它目前是4啊，那个看起来也是有点奇怪啊，看起来眼睛不像4了啦，这个勉强算也是4啦。好，总之呢，它有训练出来啊，测试出来。好，来，我们测第30题哈，第30题啊，执行看看。好，这一题哦，这个是也不能说比较刁钻啊，这个眼睛看我会把它当做8啦哈。来，第30题呢，它的答案是3，它的答案是3啊。可是呢，这个模型哦，它没有办法，它预测出来，它认为它是4呢。啊，不过我人眼睛下去看，我会把它当做8啦哈。所以这个算是我自己本身权重里面说是训练的很好哦。好，总之呢，因为它现在在考古题里面，它的命中率只有80%哦，最后因为它80%哈，所以如果你需要它能有一个更好的命中率的话，2个方式哈，第一个是继续训练啊，继续训练啊！我现在只跑5个 APOC， 你如果跑个50次，跑个200次，跑个5000次啊，是不是它的这个准确率会有所提升？那不一定哦，你要看它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这个上升。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自己再去做找听了啦。好，那第二个方式呢是这个训练你觉得速度太慢的话，其实你要改变一下你这个模型的做法。我们现在模型哦完全没有隐藏层哦，因为我们是为了要去做简单介绍嘛，因为我也是为了让程式码好设计的好，所以 input。output 权重全部连起来，我就下去做训练了。这训练效果好不好？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达到80%，基本上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模型啦。虽然没有到优秀，甚至没有到优异，好，不过它是一个可以用的。好，所以呢，如果你的在里面去加一个隐藏层，哦，或者是说你针对现在目前的模型，多训练几次，哦，那它应该就有机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效。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